你敢相信吗？此刻的雷探长来到了网络传说中被誉为北欧景色之冠的挪威。在这个地方呢，能够看到世界上最美的山地、海景和雪景相结合的景象。这里也被誉为是哀人的天堂，因为到了冬季，下午3点钟太阳就落山了，你还没有起床，也许就要睡下了。由于在挪威生活呢，人们没有时间概念，所以人们想方设法呢，总希望时间能够在这里静止。那么挪威到底还有哪些秘密呢？那么接下来就跟着雷探长，我们一起走进挪威，一探究竟吧。哇，现在雷探长来到了这个奥斯陆的机场啊！哇，出了机场之后呢，没想到打的居然需要700元人民币啊，就打到市区去，700元呢啊！我现在呢也是在学习他们用这种软件，在找这个自己的位置啊，到可以进。我还是坐到边上吧。Here have a breakfast? Yep. Yes, yes, free. No, it's extra cost. It's $19.5. OK. 这么小，哇！就这么一个房子还600-700呢，这已经是最便宜的房子了啊！就这么小，我行李放哪儿啊？我当时说这家酒店最大的好处，它就在市中心，出去之后什么博物馆啦，什么车站就在你的这个左右两边啊，就这点好处。但真的好小啊！这就是我剪片子电脑桌吗？就这么一拃宽啊！这电脑放哪儿啊？就真的这么窄吗？它就没有个再伸缩一点的方法了吗？那没有了吗？这还有一个所谓的阳台啊！哎呦，还真的打开，不怕跳下去啊！它不怕跳下去啊！哎呦！雷探长一大早呢，走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街头，然后阳光呢非常灿烂啊！这也是挪威久违的大晴天。现在挪威北部呢一片风雪，但是也能看出啊，挪威呢在冬天呢还是下了很多雪。所以无论怎样，地上都是一些积雪。就圣诞节一过，然后这边就会打折，就是在北欧这些地方就会到处都是在打折，这边是打50%。挪威首都奥斯陆，它位于挪威东南部，是挪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和主要港口。这座城市始建于1048年，拥有悠久的历史。老城区保护完好，奥斯陆濒临奥斯陆峡湾，也是北欧通向西欧的中转站。No war 。Yes, we are for. 他要看这个，就是比较有战争。我发现这里面有一些都是制造的水平不是很高。Have you been to the North Pole? No. No. In the future, you want to go to North Pole? No, North Pole. Maybe. Yeah. Maybe some warm clothes. It's very pretty. Local people, Yeah. Norway. Welcome to Norway. 1, 2, 3. Velkommen til Norge. 很多人印象里，挪威人总是带着几分高冷疏离，仿佛被北极圈的冰雪浸染。然而接触后会发现，挪威的年轻群体截然不同，尤其是年轻女孩，她们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用温暖驱散了外界对挪威人的刻板印象。Have a coat or shoes? Yes. Yeah. We have to wear a lot of clothes. A lot of folks. Yeah. We Beautiful, love Norway. beautiful. We love Norway. You Sexy women. oh, beautiful woman. Beautiful woman. Beautiful woman. Yes, you are very beautiful. Oh,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 eyes are very beautiful. It's a blue eye. Yeah, thank you. Blue eyes. Yeah, that's European. It's Norwegian. European type. Wait. Virgin. Yeah. Yes. Yes. Henrik Viken. Oh, yes. We Funny love everybody here. Everybody's popular Everybody's in their popular. way. Everybody. We love the blonde girls. Do you think it's cold here? Cold. Yes. Yes. In the solar bar, it's very cold. Yeah. Every day snow. Every day black. Yeah. Yes. But in the summer it's very warm. 非常感谢他们啊，就他们跟我聊聊，就在街上。Smoke is okay in the. Yeah. Yes, it's It's okay. very normal. It's very normal. We don't are allowed to smoke. When we were 15, it's allowed. 50 啊。 It's like when you get when you go to church. Yes. Hovedmåned is called. How old is eagle? 18. 18. 18 啊。But 18. 15, it's okay. 15 is okay. Allowed, Most half people allowed. start very Half early. allowed at 15. Early in Norway. Yeah. And 16 you can start with cocaine and hash. OK。我给大家说啊，是因为他们在集体在抽烟，被我发现了，被我在桌子上，没想到他们还集体谈恋爱哦，就是这样子。
挺好的，希望你们以后能够集体婚礼。有人说，怎么奥斯陆的人怎么那么热情啊？不是说北欧人抑郁吗？我给大家说啊，我的发现呢，抑郁的人我还真遇到过，还挺吓人的呢。大概就是那种超过30岁，可能30岁加40岁的人就很抑郁啊。很年轻的人和特别老的人，我倒觉得还行。30-40岁的人呢，本来就是人生的一个坎儿，他本来就要面对很多问题，可能感情啊什么的，事业啊，所以他们就很抑郁。大家看呢，在我旁边这个呢，就是蒙克艺术馆啊。蒙克呢，他是这个挪威的著名的艺术家，他呢流传于世的作品啊，都在这个博物馆里面的。在这里面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他而建了这么一个博物馆，里面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呐喊》这幅画啊。蒙克博物馆是为纪念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而建，位于挪威首都奥斯陆。它于1963年首次开放，2021年新馆建成，并向公众敞开大门。馆内收藏约2.8万件蒙克的作品，其中包括《呐喊》的3个版本。It's a good picture. Good picture. Do you know this painting? What it means? No, don't know. Yeah, no. Okay, thank you. What do you think the screen? This is famous. I think it's good. It's really pretty. What do you know this picture means? No. No, I don't know. you don't know. No. What do you think this picture? Do you know this what it means? No. I'd rather not if that's okay. Okay, thank you so much. No worries. 这就是蒙克《呐喊》这幅画的这个木版画。这幅画呢，其实不是很大很小，但是呢，它也是这个蒙克的这个算是他的这个较高成就了。大家看啊，这就是1895年的彩粉木版画，这个画呢也是他的最有名的这个代表作之一，因为它是彩色的。这个画现在看上去啊，它的这个画面非常有张力，所有线条非常粗犷。这张画之所以有名，它象征了现代人的一种精神、一种处境、一种现状。现在呢，我们再花时间把那个另外一幅也看到，等于把3幅都看到才行。这是蒙克在1893年的彩蜡木版画，所以这张画呢是最鲜艳的一个颜色，也是他这个画里面所以说呢最有名、最有价值的。在这画前面的人也是更多的。你看这保安就一直都在后面紧紧的守护着这个画啊，生怕被人偷了。这画还真被偷过一次。我其实来到这个奥斯陆，我最想看的就是这幅画，因为在我小学的美术书上就有这张画，我当时也看不懂。其实呢，现在我明白了，虽然说这张画呢创作于1893年、1895年这个区间，慈禧太后那个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呢，蒙克呢就画下了现代人所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在抑郁啊或者有压力的情况下，想释放自己、想呐喊的这种情绪。而且呢，这张画还影响深远。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表情包里面这个惊恐的这个表情，就是源自于《呐喊》这张画。I feel like people here are a bit colder than in the southern Europe, but they're so open-minded. You can go everywhere. It's a safe country, so we like it. Yeah, Very we like clean. it. Yeah, it's good. Do you have in Norway Nurse? Nas? No. But in the north, no. But the water It's too expensive. 5 euros. Expensive. 5 euros. The The water water is so expensive. Expensive. Water. I know. Water in Italy Italy is is cheap. Yes. Italy Italy is is free. It's cheap. Like free. Yes. and the water is free. Water 5 euros. In Italy, the water free. The distribution of water is. Yes， 意大利还有这个可能。 Yes. 他们反正是抱怨这个东西，这边东西贵。我给大家说，真是这样子啊，这边东西对于他们意大利人很贵的啊，意大利人跟中国人很像。现在呢，其实是特罗姆瑟下午5、6点的时候，天呢其实已经非常的黑了。特罗姆瑟呢，它呢这个地方呢是有海水和这个雪山构成，在这个清澈见底的海水旁边呢，你就能看到巍峨的雪山。所以说，挪威呢也被誉为是进入北极圈的大门。我对特罗姆瑟的印象呢，就是这个海港呢，在蓝调或者是黑调的映衬下呢，散发出点点星光，仿佛呢来到了银河中一样。
特罗姆瑟位于挪威北部，北极圈以北350公里处，是北极圈内第3大城市，有北方巴黎等美誉。因北大西洋暖流经过，它是终年不冻港的重要港口。这里自然景观独特，每年11月至次年1月有极夜，5月中旬到7月底有极昼。他们挪威房子这1000多块钱属于标配啊。即使你在这住到3、4线的酒店也没有什么，但是雷先生找的还是性价比高的嘛。现在雷先生走在这个挪威的特罗姆瑟的街头，现在下起了这个雪。大家要知道，其实雷店长呢主要是拍人文，但是呢在挪威这个地方人文挺难拍，因为人少，大家又忙着干自己的事儿，所以很少能见到人。On top of there. Which place good? Milan kebab. 啊 Yeah. 早恋的啊，然后呢去问一问，因为有时候那个年龄大的那种情侣吧，怕就是暴露自己的那个恋爱行踪。大家看，我眼前这个就是地球最北麦当劳了。我呢，昨天晚上已经去这个麦当劳吃了啊，里面呢一半都是中国人啊。这是一家100年老店啊，这边呢就是主要是卖那个热红酒啊，叫 Glögg。这就是特罗姆瑟的海港。现在它虽然在北极圈里面，但是这个海水呢，它由于是0度，所以也冻不了冰。哇，这边这个海水啊，真的是很清澈。极地博物馆呢，它的根基呢，基座呢是直插这个海底的啊。当然这边岸边比较浅，可是呢，它的确呢，脚下呢都是大海，造成这么一个极地的博物馆。那么这里面应该有很多来自北极圈的一些动物或者一些知识。我们先来看一下啊。China。这个极地博物馆是在1978年6月18日开幕的，当时是为了纪念挪威的知名的探险家呢罗尔德·阿门森呢，他当时驾驶这个拉萨姆71型的水上飞机失踪50周年之际呢，给他建造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博物馆呢，其实1830年的时候，它是这个当时这边海边的一个保税区，直到1970年开始慢慢开始囤一些博物馆的一些物料。在这个1900年以前呢，挪威人呢这边的北部的人呢，主要是捕猎这个狐狸呀、海象呀。后来1900年以后呢，他们开始捕猎这个北极熊，然后让这个北极熊的数量开始慢慢的递减。这个场景呢，描写的是这个斯瓦尔巴群岛的一些画面。斯瓦尔巴群岛它的含义是冰冷的海岸。当时呢，在17世纪的时候呢，英国人和荷兰人呢一起呢，在这边捕猎海豹呢，还有这个鲸鱼，所以他们出海的这些人其实是英国或者荷兰人，他们还是有枪的，手里都拿着枪。1596年呢，他们北边的挪威人呢，他们也想开辟能够通往中国的一些航线，去探索中国。所以说呢，这边当时他们拿的猎枪呀，与他们船只，你可能很难想到，他们是为了探索中国而造的啊。你看，从我这个极地博物馆看出去，当时他们探索中国就是从这出去探索的。北极熊呢，它呢最重呢达到600公斤啊，它的一生呢都是在这个冰面上行走，直到生育幼崽的时候呢才会移到这个陆地上去。公的北极熊呢体型较小，反而母的体积呢比较大一点。北极熊遇到北欧人呢，就算遇到了终结者，他们发明了一些捕猎北极熊的一些方法，比如说这个箱子，就是把一头呢放上食物，然后北极熊过来吃的时候呢，刚好就上了当。他那个当时他们用那个枪呢，就会自动的扣动扳机，把这个北极熊给打死。Hello, excuse me, I'm a YouTuber. Oh, Can I okay. ask you one question? Sure. What do you think go to which countries is adventure? Ooh, which country? Country. Mm. That's a good question. It's question. No problem. You, What do you think? what do you think? I mean, yeah, going to the North Pole was like very adventurous. Yeah. Because there's no one there basically. There's Yeah. no one. The Arctic, Yeah, yeah. the Arctic is. Or even definitely- Antarctica. Yeah. Like the Antarctica. South Pole. Yeah, South Pole. Oh. Yeah. I really want to go to China. China, yeah, or Mongolia or something. That also seems Ooh, like yeah. very like the steppes there. That also Ooh, seems very Mongolia adventurous. would be Yeah, cool. Mongolia. Yeah. would be- Mongolia? Why? Yeah. Yeah. Why Mongolia? I feel like it's very like, I don't know. It's like it has like a lot of steppes and such. Like there's a lot of land. Yeah. There's like free land. I don't know. Yeah. It's just
Yeah, I don't know. Yeah. I think you're right. Yeah. This is place suitable for long-term living? But I'm not. Not. No, I'm also just a tourist. I think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like see how it has been 100 years ago to live here in the very far north. Oh, but where from? From Germany. Germany. You want to change to Norway? I'm not sure, maybe to the south, but I wouldn't dare to live in the far north, I don't think so. Okay, thank you so much. You're welcome. 我们进挪威的超市来看看，这种麦片呢是57、61，他们这种鲜虾仁啊拌沙拉的特别多，199克朗。这种果汁呢，大概39、40这个范围。玻璃水呢是51克朗，洁厕灵之类的是52、51这个范围啊。挪威超市里的小说都是这种什么美女啊、王子啊、霸道总裁爱上我呀，什么40岁的保姆被50岁的霸道总裁看上呀。这葡萄是29，草莓是49，这是麦大米的这是茉莉花米，当然可能是中国风味，这是印度的香米。像牛肉面这样的东西在西方人眼中都认为是汤小方便面28、13，然后买回去。我把这个蟹肉棒我都给放进去了，哎呀，混在一起来煮吧，煮成这种米饭的，因为现在没有微波炉，只能这样去煮。这边有很多蟹肉，然后这边呢是它的牛肉汤。这个地方呢其实还是不是特别适合生活。我来之后我的感觉就是，第一呢物价特别贵，你要么就是本来就是这个收入很高的这种人，并且有持续的这种收入。第二个呢就是这边呢我觉得除了旅游之外，好像没有别的可以消遣的东西。有人说旅游多好呀，关键是旅游它呢，你可能以旅游为业你可能天天呢能够从中有收入不然的话光是旅游的话也是很单调的。这边最不缺三文鱼了，它每公斤是179，这就是它三文鱼，到处都是三文鱼。挪威三文鱼产量大，主要是因为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多岛屿与峡湾，且受暖流影响，冬季不结冰，利于全年养殖。同时，入海河流带来丰富的营养物质，促进鱼类生长。哇，现在雷站长呢来到了塞岛的 Husøy 这个地方。这地方呢其实挺神奇的三文鱼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在特罗姆瑟呢这个地方有很多三文鱼很便宜，超市的其实很多都是养殖的，这边有很多养殖场，所以才能产出这么多便宜的三文鱼。但是这个鳕鱼呢，每年呢3月份的时候呢，他们会游到这个特罗姆瑟这些地方呢来产卵，所以说很多就被直接就捕捞了，所以当地人呢是以鳕鱼为生。其实鳕鱼也是改变人类进程的，因为曾经无论1战、2战或者更早以前在这个欧洲国家要打仗，那么军人呢要囤些粮食，能够补充蛋白质的就是这个鳕鱼。这个鳕鱼呢做成罐头之后储存10年，它的蛋白质也不会流失。塞尼亚岛位于挪威特罗姆瑟芬马克郡，是挪威除斯瓦尔巴群岛外的第2大岛屿。它被称为挪威缩影，拥有高山、峡湾、沙滩、渔村等多样景观，涵盖了挪威各地的地貌。该岛西侧面向大西洋，地形崎岖，东侧温和富饶，居民多分布于东海岸。现在雷探长来到他打鱼的这个村子了，村子在这个地方有很多海鸟，但是这地方有一股海腥味儿，估计他们经常打鱼吧。飘上来很多这个鱼的腥味儿，估计是三文鱼或者是鳕鱼的那种味道。他们在这可能屠杀过，真的是这个鱼啊，一股鱼腥味儿。大家看，就是渔民捕鱼的船，他们这边的捕鳕鱼，但是旁边就是工厂，直接把这个三文鱼啊、鳕鱼就加工出来了。所以那个里面有好多那些鳕鱼的那些内脏呀什么的。其实鳕鱼呢，在这边呢很便宜，但是最关键，你用鳕鱼做什么啊？我觉得用鳕鱼做中餐你会感觉到完全那个味道很鲜，都不用加味精了。其实什么时候看峡湾最好？当然是夏天了。那可是我现在冬天来的，没有办法。你看那个峡湾村，更多的就是生活在这个村子里。但是这边我发现跟那个藏区一样，都是会容易落石，所以这边也是上面用大网把这边都给兜着。雷探长呢现在所在的这个特罗姆瑟呢，它离这个北极点只有2100多公里。这么近的一个环境下，所以说现在我们完全是在这个北极点里面。早上起来的天呢
好像呢刚要亮的时候呢，你还没有待多久呢，马上这个在这个下午2、3点钟天又黑起来了，所以这个天呢完全它不会给人一种亮透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观众说我拍的这个现在这个北欧的节目怎么总是一种灰蒙蒙的感觉，像滤镜一样。它因为现在呢这个白天时间很短，这是它的一个冰厕所，我们进来上个厕所。峡湾是中国唯一没有的自然地貌，由冰川侵蚀形成。在冰河时代，巨大的冰川在重力作用下向海洋移动，切割出 U 型峡谷。后来海水上升，峡谷被填充，就形成了峡湾。塞尼亚岛的峡湾景色壮美，两岸峭壁如削，碧水环绕，山峰形态独特，有的如恶魔的下颚，与峡湾相得益彰，构成绝美的自然画卷。Fish burger. And the red wine. Yes. Small or big red wine? Big. Big one. Yes. 来，我们尝尝这个鳕鱼排的汉堡啊。当地就是连汉堡都是鳕鱼的，是不是很好？看雪山呀，看山呀，看雪呀，看海呀，这种结合在一起的景色还是都是在这边。此刻呢，雷探长呢要从这个特洛姆瑟大桥上走过去啊，去到旁边那个北极教堂去看一下。同时，这个特洛姆瑟大桥呢，它也是连接了这两个岛屿两岸。不过现在这个雪下特别大，你得有足够的这种力量走过去，不然被风吹下去就糟了。不过这边安了好多栅栏，他就怕人吹下去了，或掉到海里去了。大家看，现在呢，雷探长身后这个就是北极大教堂，它的这个画风非常现代，它被誉为是北极的巴黎圣母院啊。它的外观非常的现代，可以说在这周围呢还挺有这个画龙点睛的作用的。这个北大教堂让我想起宜家，不知道为什么。特罗姆瑟遭遇暴风雪时，狂风裹挟着漫天飞雪呼啸而来，瞬间天地间混沌一片，能见度骤降至数米。其实下雪是好事儿，但是今天特洛姆瑟的雪太大了，什么峡湾的那些光什么都看不到了，我们就只能这样子了。它其实它这个北极大教堂应该是按照萨米人的帐篷设计的，这是我猜的，要么怎么设成一个帐篷形状的？你看那个今天的风雪有多大，人家拍的这个特洛姆瑟都美美的，跟文艺大赏似的，就我拍的风雪大作的。现在我在这边等车，居然跟我在这个超市里坐的都是当地的这个铲雪工人啊，因为外面那个铲雪工人一直在铲雪。极夜将世界浸入永恒的黑暗，却赋予我们凝视深渊、叩问未知的勇气。暴风雪如厚重迷雾，模糊前路，却锤炼出穿透混沌的意志。人类于困境中跋涉，恰似在寒夜与风雪交织的迷宫里前行。每一次坚持都划破黑暗的星火，每一回探索都为黎明铺就道路。告别了特罗姆瑟，我的冒险之旅又将开始。斯瓦尔巴群岛的极夜寒冷至极，这里是地球最北的城市，也是世界末日影片的灵感之地。下一集，雷探长走进斯瓦尔巴群岛，感知寒夜中的生气。